大家好，我是李仁邦，欢迎来到万物智慧。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可能会让很多朋友心里咯噔一下。最近，关于2026年移民局要搞大清洗的说法，还有不到1个月，也就是明年1月1日绿卡新规就要生效的消息，传的是沸沸扬扬。很多人心里都在打鼓，是不是自己或者家人好不容易拿到手的这张绿卡，马上就要不安全了，甚至说作废就作废了。这种紧张的气氛，我相信每一个在美打拼多年，或者正在排期观望的华人朋友，都能真切地感受到。我在这里必须郑重地跟大家说，今天咱们要讨论的，绝不是空穴来风，这些情况是实实在在正在发生，而且可能就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事情。所以，今天这期内容，我会认真地把这背后复杂的政策逻辑，移民局未来可能采取的严厉手段，给大家讲清楚。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现在正持有绿卡，或者正在申请绿卡的路上，哪怕你只是有移民美国的长期计划，都请你务必要把今天的内容看到最后，因为我接下来要详细分析的这3类面临极高风险的人群，以及我给大家梳理的应对策略，很可能就是你或者你的亲人在未来保住身份、稳住生活的关键所在。在咱们开始深入分析之前，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个话题能够帮你，那么请你千万不要吝啬你的手指，给万物智慧点一个赞，订阅一下这个频道，并且顺手把这部影片转发给你身边那些同样需要了解这些信息的朋友们。首先，咱们得把一个大背景搞清楚，为什么大家都在议论2026年这个时间点，又为什么总提1月1日这个日子？这背后啊，其实有一套非常深刻的政治逻辑和政策周期在起作用。大家心里都明白，美国的移民政策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铁板一块，它是活的，是随着白宫主人的更迭，随着国会两党政治风向的摆动而不断摇摆、不断调整的。虽然在任何官方的文件里，你绝对找不到大清洗这3个字，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过去这1年多的各种执法数据，还有移民局、海关等部门悄悄实施的一系列行政指令和内部操作手册更新，一种全面收紧、严格审查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了。那么，这个1月1日有什么特别的呢？它通常是美国很多联邦机构新财年预算开始正式执行，或者酝酿已久的新规章条例最终落地生效的关键时间节点。很多政策上的变化、预算的倾斜、人手和资源的重新调配，往往都是从这一天开始加速显现的。而2026年呢，这个年份就更微妙了。它恰恰是下一次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的那个关键年份。对于现在的执政政府来说，到了2026年，他们在移民问题上的各项政策是必须要拿出点儿成绩，给选民、给国会、给社会一个交代的时候了。这种从上到下的压力传导下来，落到我们每一个普通移民申请人或绿卡持有者身上，最直接、最真切的感受就是审查变严了，问话变细了。以前可能打个马虎眼就能过去的事情，现在不行了，他们开始较真了。这个较真的氛围，就是我们理解当前所有变化的基础。那么，在这个较真的大背景下，哪些人最容易被盯上，风险最高呢？我把他们分成了3大类。第一类，也是目前受影响范围最广、情况最普遍的一类，就是我们华人圈里常说的跑卡族。我之所以把这类人放在第一个讲，是因为这种情况在我们中间真的太常见了，几乎每个人身边都有这样的朋友或亲戚。很多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拿到了美国绿卡，但是事业的重心、主要的生意、年迈需要照顾的父母，可能都还在国内，于是就不得不开启一种中美之间两头跑的生活方式。以前大家普遍相信，并且实际操作中也似乎行得通的一个办法是，每半年，也就是差不多5个多月的时候，回美国一趟，住上几个星期甚至更短，然后再次离境。很多人以为只要严格遵循这个半年回来一次的节奏，绿卡就能保得住，这甚至成了一种广为流传的保卡秘诀。今天我必须严肃地告诉大家，这种每半年入境一次就能保住绿卡的想法，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误区，而且是一个极其危险，可能会让你瞬间失去身份的致命误区。在移民局的执法手册和判例法里，从来没有哪一条规定写着，只要你每半年回来踩一下美国的土地，我们就不能动你的绿卡。
他们审查的核心是一个叫做定居意图的东西。什么叫定居意图？说白了，就是移民局要判断你到底有没有把美国当作你永久居住的家，你到底是不是真心实意的想要在美国生活扎根。他们看的是你生活的重心在哪里。我们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你一年365天里有330天都生活在台湾或者中国大陆，在美国满打满算只住了35天。你在美国没有购买房产，甚至没有长期稳定的租房合同，你在美国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也没有完整的美国纳税记录，你的孩子可能还在国内上学，或者即便在美国也是寄宿学校，你很少参与他的生活，你在美国的驾照可能已经过期很久了，你每次入境就像是短期游客一样，拖着行李箱，住酒店或者临时借住在朋友家。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你依然像钟表一样精确，每5个月就买张机票飞回美国一趟。那么，当你在入境时，海关的移民官员在电脑系统里调出你的出入境记录，看到那一长串密密麻麻的、频繁的离境记录，而每一次在美停留时间又都很短时，他心里会立刻升起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人，他真的需要这张美国永久居民卡吗？他是不是仅仅把绿卡当作一个可以无限次进入美国的长期的高级旅游签证来使用？一旦移民官心里形成了这个怀疑，那么所谓的半年规律就完全失去了保护作用。他甚至不需要等到2026年，就在今天，现在，他就有权当场将你列为放弃定居意图的怀疑对象，并将你请进2次审查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黑屋。尤其是最近这1-2年，我们看到了太多让人揪心的真实案例。很多持卡人在机场入境时，被移民官员直接要求签署一份叫做 I-407 的表格。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表格编号 I-407。这份表格的标题是自愿放弃永久居民身份声明书，请注意自愿这2个字。很多时候，在那种封闭、高压的环境下，面对几个穿着制服、表情严肃的移民官员，很多英语不太好的朋友，或者一紧张就慌了神的朋友，在没完全理解文件内容的情况下，因为想尽快结束盘问，顺利入境，就在官员的指引下签了字。这一签，就等于你自己当场宣布放弃了绿卡身份。签字之后，你确实可以入境美国，但你的身份已经从永久居民瞬间变成了持 B1、B2 旅游签证入境的游客，你的移民之路很可能就在那一刻被彻底断送了。对于需要经常往返中美之间的朋友们来说，你们应当了解的审查流程，并非如影视作品所描述的那样，会有工作人员突然上门收回证件。实际的风险点往往出现在出入境口岸，尤其是当你结束长途飞行，身心疲惫，最希望尽快返家休息的时候，相关人员会在那里进行例行的询问与核实，通过专业的对话和必要的程序来评估你是否有在美国持续居住的意愿。如果你属于这类情况，还需要注意一个常见的理解偏差，即关于再入境许可的作用。许多朋友认为，只要申请了再入境许可，就可以放心在海外长期居住。再入境许可，其正式作用是当你因故需要离开美国超过1年时，向相关机构申请的一种许可，用以说明你并无意放弃永久居民身份，因此允许你在境外停留超过1年，而不被视为自动放弃。但是，请务必注意，在入境许可本身并不能证明你有在美国长期定居的意愿，它主要是一个允许长期离境的许可文件，而非居住证明。如果你多次申请再入境许可，每次理由都是需要在境外处理事务，并且每次停留时间都长达数年，那么相关工作人员在审核后续申请时，完全有理由提出合理询问：你计划何时返回美国定居？你的生活中心实际在何处？这种逻辑上的不一致，本身就可能带来不确定的风险。说到这里，如果你的情况与此相符，或者你身边有类似情况的朋友，那么确实值得高度重视，并开始妥善准备。现在开始规划，完全来得及。应该如何准备呢？并不仅仅是购买机票返回美国那么简单，你需要做的是系统的、有条理的开始建立你在美国生活的相关记录。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居住证明，尽量在美国维持一个固定的住址，无论是自有住房还是长期租赁，并确保该地址能正常接收邮件，
妥善保管每月的水电、燃气、网络等费用账单。这些印有你姓名和地址的单据，是证明你在此居住的有力凭证。第二，财务联系，保持使用活跃的美国银行账户，拥有规律的存取款和消费记录。更为重要的是，务必每年按时向美国国税局申报个人所得税，即使收入很低或没有收入，也应按规定进行申报。完整的纳税记录是证明你与美国保持经济联系的最重要文件之一。第三，家庭与社区联系，如果子女在美国就学，请保存好其入学证明、成绩单、参与学校活动的记录。你自己也可以适当参与社区活动、志愿者工作等，并保留相关记录或照片。第四，驾照与保险，确保持有效的美国州驾照，并维持汽车保险或医疗保险。这些都能侧面反映你在此地长期生活的安排。这种由大量日常生活细节构成的实际情况，比任何口头说明或单一文件都更具说服力。如果你觉得以上内容对你有帮助，欢迎关注我们获取更多信息。我们稍作休息，接下来继续讨论其他重要内容。接下来，我们关注的二类面临不确定因素的人群。这类情况一旦出现问题，后果往往比较严重，即那些在当初申请永久居民身份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信息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的人。这类朋友有时会有一种误解，认为身份已经获得，甚至已经更新过一次，过去的事情就已经过去了。这种想法可能存在风险。在此需要说明一个移民法规中的基本原则。对于申请过程中涉及的信息真实性问题，相关审查可能没有明确的追溯时限。这意味着，即使你的永久居民身份已持有多年，甚至已通过此身份获得公民身份，只要相关机构在未来发现你当年申请时提供了不实信息，提交了不准确材料或隐瞒了关键情况，他们仍然有权依法启动程序，重新审核你的身份。那么，为什么近几年这类核查可能会更加严格呢？这涉及到相关机构乃至整个政府系统正在推进的一项基础工作——信息化建设与跨部门数据整合。过去，个人信息可能分散在不同部门，出入境记录、税务记录、工作记录、各州的驾照、婚姻、犯罪记录等可能分别存放。如果想全面核查一个人的背景，需要向多个部门调取资料，流程较为复杂。但现在，随着技术进步和管理需要，这些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协同正在加强，一个更高效的信息核验网络正在形成。例如，在政治庇护申请中，申请人需要郑重声明，如果返回原籍国，将面临基于特定原因的威胁，这是获得庇护资格的基本前提。但我们有时会看到一些令人遗憾的情况，个别人在通过庇护获得身份后，立即高调返回原籍国探亲、旅游，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分享相关动态。这种行为，在相关工作人员看来，可能会与你当初申请庇护的核心理由产生矛盾，因为你曾声称回国会面临威胁，但却主动返回并公开活动，这可能会被视作对你当初申请理由的质疑。一旦被关注，不仅身份可能受到影响，还可能被认定存在虚假陈述，面临严重的后果。因此，切不可有身份在手，万事无忧的松懈心态。你的整个移民申请记录，从首次接触美国签证系统开始，就如一份电子档案，存储在相关数据库中，它不会被轻易遗忘。如果你对自己的身份申请历史中有任何不确定的地方，或者当年是通过非正式渠道办理，对具体材料内容不完全清楚，那么现在的明智之举，不是回避问题，而是主动寻求专业、可靠的法律咨询，对自己的移民历史进行一次全面的梳理和评估。好了，说完前两类风险较高的人群，我们来看的三类。这类人有时觉得自己很委屈，但也最容易在无意中触及规定，这就是因为可能涉及公共负担、相关条款或有特定违法行为记录，而面临身份审查的永久居民。我们必须清楚一个法律事实，永久居民身份虽然带有永久字样，但它并非绝对不可变更，你本质上仍然是一位外国公民，只是被赋予了在美国永久居住和工作的许可。作为享有这一许可的外国公民，法律要求你持续保持良好的行为记录。这个良好行为要求并非泛泛而谈，它由一系列具体的法律条文和案例来界定，一旦违反，身份就可能面临问题。首先来说，犯罪记录。
很多华人朋友对犯罪的理解可能还停留在某些严重罪行的层面，但实际上，在美国移民法的语境下，很多在我们看来不那么严重，甚至觉得是小事一桩的行为，都可能构成影响身份的特定类别犯罪。一个普遍的例子是酒后驾车，一次普通的酒后驾车没有造成事故，处罚可能包括罚款、参加学习班、暂时吊销驾照。另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领域是家庭内部冲突。在美国，家庭内部冲突是执法机构高度重视的。夫妻或伴侣之间发生激烈争吵，一时冲动发生推搡，邻居报警后，警察到场很可能会将一方或双方带走，即使事后另一方改变主意，不愿意追究，相关部门也可能基于既定政策继续跟进，或者即使案件最终被关闭，这次记录也可能留在档案中。在移民审查中，有时甚至不需要法院的最终定罪判决，只要有相关记录、报告，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本人曾做出过某些陈述，移民官就有权据此做出判断，从而可能影响绿卡更新或入籍申请，并引发后续程序。还有一个随着各州法律变化而产生的新情况，某些特定职务相关行为。我知道，现在美国很多州，比如加州、纽约州、华盛顿州等，已经通过州法律将娱乐用特定植物的使用合法化了，街头也出现了合法的商店，这造成了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该物质在美国是合法的。请大家千万要记住一个关键区别，移民法是联邦法律，这意味着如果你在申请入籍面试时，或者在边境被询问时，提到自己根据州法在某州使用过该物质，或者电子设备里被查出有相关内容的照片，甚至你是在该行业工作，这些行为在移民官看来都可能被视为不符合联邦法律规定，从而可能影响申请结果。最后，我们谈谈公共负担这个问题。虽然当前政府上台后调整了之前时期推出的相关规则，但这并不意味着绿卡持有者可以毫无顾忌地申请和使用美国政府提供的各种福利。公共负担原则本身依然存在。如果你作为绿卡持有者长期依赖政府的现金补助来维持生活，这仍然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在你申请入籍或为家人办理移民时，成为移民官考量的一个因素，需要你证明在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讲到这里，我相信很多朋友的心情可能会有些沉重，甚至感到担忧。面对未来可能到来的更加严格的审查环境，以及随着新规生效可能出现的各种不确定性和更高的申请费用，我们确实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提前准备。但是，我们是不是就只能被动等待呢？当然不是。正如我在标题里说的，现在准备完全来得及，关键是要有清晰的认知，并采取正确的行动。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针对前面提到的几类情况，我给大家梳理一些切实可行的策略。第一，对于需要经常离境的朋友，核心任务是合理安排居住重心。如果家庭和事业条件允许，最根本的解决方案是尽量增加在美国实际居住和停留的时间。如果因为客观原因确实需要长期离境，那么你必须提前准备好一套完整、合理、有文件支持的说明和证据链。这不仅仅是口头解释，更需要文件证明你离境的暂时性和必要性。同时，每一次入境美国都要做好被详细询问的心理和材料准备，提前梳理好自己的出入境日期、离境原因，并准备好能证明你与美国有紧密联系的最新证据。注意管理好个人电子设备和社交媒体上的内容。第二，对于所有符合条件的老绿卡持有者，一个彻底且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是考虑申请入籍，成为美国公民。我理解很多华人朋友对原国籍有很深的感情，考虑到回国探亲的便利等因素，对入籍犹豫不决。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权衡的个人选择。但是，从纯粹的法律安全和身份保障角度来说，公民身份提供了绿卡无法比拟的稳定性。一旦入籍，你将不再受居住时间限制的困扰，也无需再担心因为一些行为或公共负担问题而影响身份。虽然入籍申请本身也是一次全面的背景审查，但只要你诚实申报，通过审查，成功入籍，就相当于为你和你的家庭在美国的未来增加了一层重要的保障。第三，养成良好的移民合规习惯，无论是正在申请中，还是已经拿到绿卡，这一点都至关重要。地址变更，法律规定，
绿卡持有者在搬家后10天内必须通过提交 AR11 表格通知移民局档案管理，建立一个专门的文件夹，妥善保管你所有的移民文件，从最早的签证、每一份申请表副本、所有移民局的收据和批准信，到每年的税表、工资单、租房合同、水电账单、银行账单，谨慎对待法律问题，无论事情大小，一旦涉及需要与官方机构打交道的情况，一定要咨询专业人士，并且要明确告知你的律师你的移民身份，以便评估此事对你的潜在影响。最后，我想和大家说几句心里话，移民美国对于我们绝大多数华人家庭来说，都是一段漫长的旅程，从最初的规划到拿到签证，再到获得绿卡，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我们今天讨论的所谓未来可能的变化或新规，更多的是基于当前政策趋势做出的一种预警和风险提示。政策的风永远在变，但核心的逻辑始终没变。美国这个国家最终希望接纳和保留的是那些遵守规则，愿意在这里辛勤建设、安家落户，并且愿意融入这个社会的人。只要我们行为端正，对自己的移民历史保持诚实，对美国的法律保持敬畏，并且对政策环境的变动保持足够的警惕和敏感，我们就能够适应变化，维护好我们的身份和家庭。恐慌和抱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唯有清醒的认知和果断的行动，才能为我们赢得安全和未来。从今天看完这个分享开始，不妨就行动起来，检查一下你绿卡的有效期，回顾一下自己过去几年的出入境记录是否合理，整理一下自己的重要文件是否齐全。如果有疑虑，主动去约见一位可靠的移民律师做个咨询。这些看似微小的步骤，都可能在未来帮你规避一个巨大的风险。今天在万物智慧的分享，如果让你对绿卡安全有了更深的理解，或者你觉得我的分析在理，请一定记得订阅万物智慧的频道，并把这部影片分享给更多需要它的朋友。我相信还有很多同胞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关注这些情况，你的一次转发，一句提醒，可能就能帮助一个家庭维护他们奋斗多年才得来的身份和安宁。如果你有任何关于绿卡、入籍或者在美生活的具体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毕竟，在异国他乡，我们只有互相提醒、互相扶持、互相分享有价值的信息，才能让每个人的路走得更稳、更远。我是李仁邦，我们下期再见。